你好呀，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，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，第二季度營收還能增長 48%， 降糖板替爾伯泰銷售額更是增長 91%， 但同一份財報裡銷量增長 60%， 實際售價卻下降 13%， 增長依然驚人，價格壓力也擺到桌面上，這就是禮來現在最值得研究的矛盾。上一期股價 1107.08 美元時，我給出的評級是增持，最新價格漲到 1180.16 美元，財報更強，但估值安全墊反而變薄了。所以這一次評級調整為謹慎增持，長期邏輯沒有壞，已經持有可以繼續觀察，還沒有持倉的更適合等待回調，不建議在接近歷史高點的位置追漲，合理價格、觀察區間和失效條件後面逐一展開。禮來的增長核心仍然是替爾伯泰，它用同一個藥物成分覆蓋糖尿病和減重市場，再加上口服藥和後續3靶點減重藥，正在形成完整平台。問題是，當市場已經提前相信它會贏，今天的股價還剩多少沒有被算進去。我梳理了4個關鍵數字。第一，第二季度營收 229.74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48%， 比華爾街預期高出約23億美元。對於成熟藥企來說，這不是普通增長，而是爆款藥物正在重寫公司體量。第二，降糖板替爾伯泰銷售 99.43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91%， 減重版銷售 49.28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46%。兩款產品一個季度合計接近149億美元，佔公司營收約 65%。這說明禮來的增長非常集中，跑得快是優勢，過度依賴同一個核心成分也是風險。第三，調整後每股收益 8.38 美元，同比增長 33%， 利潤增速低於營收增速，部分原因是公司繼續重投研發、擴建產能和收購管線，但調整後毛利率仍達到 86.3%， 經營表現利潤率達到 54.8%， 盈利質量依然非常強。第四，公司把全年營收指引上調到850億到870億美元，中值比上一版提高約25億美元。按中值計算，全年營收仍有約 32% 的增長。管理層不是只交出一季好成績，而是同步提高了全年預期。禮來最新價格是 1180.16 美元，過去52周最低 655.10 美元，最高 1249.45 美元，現在距離高點只有約 5.5%。过去3個月上漲約 19%， 這只股票早已不是被市場忽略的便宜藥企，而是一只站在高位需要不斷用業績證明溢價的成長股。財報前，股價從7月高位回落到1115美元附近，財報公布當天又反彈到1169.86美元，隨後一度衝到1231.94美元，最後回到1180美元。這個走勢說明市場認可業績，但到了1240美元附近，資金也開始計較估值。技術面上，12日指數均線是 1191.45 美元，26日指數均線是 1180.73 美元， MACD 仍為正，但股價已經回到短期均線下方。RSI 為 50.1， 既不超買也不超賣， ADX 只有 19.9， 趨勢強度不足。布林帶中軌大約1182美元，下軌1118美元，上軌1246美元，因此1150到1180美元是第一層支撐，1110到1130美元的風險回報更好，1240到1250美元仍是明顯壓力區。接下來聊聊估值，禮來當前市值大約 1.055 萬億美元，滾動市盈率約 39.6 倍。按公司全年每股收益指引中值36美元計算，預期市盈率約 32.8 倍。我的基礎算法是假設2027年每股收益達到40到43美元，再給28到32倍市盈率，對應合理價格大約1120到1375美元。當前1180.16 美元位於這個區間偏下，看起來仍有空間，但區間下沿距離現價並不遠。換句話說，增長可以支撐溢價，卻還不足以提供很厚的安全墊。基本面先說亮點，銷量增長 60%， 說明全球減重和糖尿病需求仍然旺盛。禮來在美國長促胰素市場的份額約 60.9%，
海外約 54.9%， 目前都領先主要競爭對手。口服減重藥上市後的首季銷售9800萬美元，數字不算大，但它不需要注射，也沒有嚴格的飲食和飲水限制，有機會把市場擴展到不願意打針的人群，利潤率同樣漂亮。86.3% 的調整後毛利率，意味着每賣出100美元的藥，扣除直接生產成本後，還能留下86美元左右。淨利潤率按本季報表計算約 30.9%， ROE 看起來很高，但杜邦拆開以後，除了淨利率和資產周轉效率，也受到較高財務槓桿推動，不能只看一個百分比就判斷質量。好消息是，快速增長的利潤正在增強公司消化債務和擴產投入的能力。問題主要有3點：第一，2款替尔博泰產品佔營收約 65%， 集中度已經很高；第二，銷量增長 60% 的同時，價格下降 13%， 醫保覆蓋擴大可以帶來更多患者，也會壓低單個患者貢獻的收入；第三，口服藥和3靶點減重藥雖然打開了新空間，但市場已經提前給了很高預期，一旦臨床數據或商業化速度不及預期，股價會先殺估值。我基於這些信息梳理了3種情景，多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1450到1600美元。出發條件是2款核心藥繼續高增長，口服藥快速放量，3靶點減重藥的數据順利轉化成更高盈利預期，同時利潤率繼續擴張，基礎情景概率 55%，目標價1150到1350美元。公司按上調後的指引增長，降價壓力保持可控，新藥穩步貢獻收入，但沒有再次出現大幅超預期。高增長繼續，估值則用時間慢慢消化，這是目前最有數據支持的一條路徑。空頭情景概率 20%， 目標價850到1000美元。核心藥增速明顯放緩，價格壓力繼續擴大，新管線數據不及預期，市場把預期市盈率壓縮到25倍附近。3個情景加權以後，價值大約1260美元，比現價高約 7%， 這足以支持持有，卻不足以支持在壓力區追漲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評級是謹慎增持，基礎合理區間是1120到1375美元，還沒有持倉的話，1140到1170美元可以作為第一觀察區，只適合小倉位分批，不在1240到1250美元的壓力區追高。如果回到1080到1120美元，同時全年指引沒有下調，核心藥增速沒有明顯惡化，可以考慮第二批。已經持倉的話，1240到1280美元可以分批降低波动。如果後續指引繼續上調，口服藥放量也超過預期，站穩1300美元以後再重新評估上限。需要改變判斷的條件包括全年指引下調，核心藥銷量增速明顯跌破 25%， 價格降幅繼續擴大，或者利潤率連續2個季度下滑。總結一句話，禮來的最新財報沒有證明它便宜，而是證明它仍有能力消化高估值。長期增長邏輯繼續成立，但1180美元附近的潛在回報已經沒有上一期那麼寬，持有等回調，小倉位分批，比在高點追漲更合理。如果你也在研究禮來或者減重藥這號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。咱們下期見。